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新加坡华侨银行开户教程。目前来讲，新加坡华侨银行可以说是这个离岸银行当中门槛最低的一个，基本上没有任何要求就可以开通，而且现在开通成功就可以收到15新币的一个奖励。大家跟着我的教程，手把手的教大家零基础申请。先讲一讲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吧，它的一个好处。因为新加坡这个地方，它有独立的一个主权，它是一个国家。它这个地区的话，社会经济稳定，自由度高，金融行业透明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同样是国际金融中心，咱们香港的话属于中国，新加坡的话是独立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你申请这个新加坡户口的话，它就隶属于新加坡。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算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离岸账户。你这个是跟咱内地跟咱中国是完全切割的，这个很多人是奔着这一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这个新加坡很多华人去那边携带了大量现金，因为大家都奔着这个地方是金融中心，再加上这个社会环境比较好，最近开户的也是非常多，而且在网上能看到很多中介要开这个新加坡户口的话，基本上花好几千块，而且开那种是高级户口，还有必须要存款余额达到几十万新币才有这个资格。你花几千块申请这个账户，然后还得资产达到多少才给你开。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有点过分了。今天的话，大家跟着韩哥走，一步一步的零门槛申请。为什么推荐这个华侨银行呢？很多人申请离岸户口，就只想着离岸，没想到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为什么把这个着重来讲呢？因为最近应该有很多网友就反映，就是申请了很多这个美国的账户，很多美国账户集体被封，针对咱们华人群体，开了很多账户都被封锁了，被锁了账户差不多有2个多月，而且是大面积锁卡，这一点我觉得很恶心，这是银行的我觉得对地域的一个歧视吧。这样，你看看华侨银行。因为华侨银行这个规模也是挺大的，在新加坡的话是排名第2的银行，仅次于这个 DBS。它的这个成立时间也比较久，在1932年，由本地的3大华资银行合并成为新加坡华侨银行。那个大家可以看看，这是全球金融杂志发布了最安全的银行年度排名。新加坡华侨银行排名这个全球第13的一个安全银行。所以说很多人经历了美国这个被封户之后，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安全。首先是资金安全。新加坡华侨大家都把它叫 OCBC，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英文。目前也是新加坡的第2大银行。申请这个华侨银行账户有什么用处？因为现在来讲，它就是一个零成本的一个离岸账户。你现在有很多人想炒美股要炒港股的话，你这个内地账户跟有这个汇率管制，这个没法操作。你用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你想炒美股港股都可以。而且境外的最近比较火的 ChatGPT， 很多这些往外的这些支付用这个银行账户是可以的。而且你存入把这个账户开完之后，我会教大家那个开立一个360账户。开这个360账户之后，就会有一张 debit 卡，这个卡的话是可以用来全球消费的。而且当你申请成功之后，可以把这个有个虚拟卡片，你可以把这个卡片绑定到 Apple Pay 上或者是 Google Pay 上，就是你没有收到这张实体卡之前，你就是可以用的。而且我把这个卡也已经绑定到了 Apple Pay 上面。
所谓的远程开户就是你在家里，然后用着手机就可以申请，不需要去跑到新加坡去，而且它有这个很多这个多币种账户想用什么币啊，英镑啊、美元啊、新加坡币啊、人民币啊、港币啊，都可以在里面开立这个多币种账户，这个还是很方便的。你要开立这个户口的话，需要准备以下4项文件。第一个的话就是护照，没有的话赶紧去办。现在办护照的话，相对来说也简单了。这个护照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在国外要开户，国外怎么认你呢？国外怎么识别你？国外识别你唯一的一个证件就是护照，因为他们查不到你的身份证信息。你出国的话用的这个护照就是你在国际上的一个身份证。第二点的话就是身份证，因为你开户的时候也要扫描这个内地的身份证。第三呢，就是需要有一个带有 NFC 功能的一个手机，因为到时候要扫那个护照，后面护照里面会有那个芯片，这个要扫描。我推荐大家用苹果手机，因为安卓手机可能有些不太稳定。没有的话，想想就是6S 以后的机型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给我留言。然后这个手机号，这个支持内地手机号，你用什么香港的号码、新加坡的，或者用美国的这个号码都是可以的。有些人反映这个内地的手机号码收这个验证码比较慢一点，然后我用的是香港号码，具体的我还不太清楚。建议大家有境外卡那个手机号就用境外手机号。首先第一点，大家在手机的那个苹果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Store 里面下载 OCBC Digital， 安装这个 APP。有些人反映说是这个搜不到这个 APP。你可以试着这个科学上网，你加个梯子，然后或者是切换这个 Apple ID 的这个区域，换到香港或者换到新加坡，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实在你是找不到这个 APP 下载的话，可以根据我这个链接，然后从这个链接里面下载。安卓在这个 Google Play， 那个苹果的话在 Apple Store， 先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下来就开始带大家一步一步完成这个注册。准备开户之前大家记一下这个邀请码，因为你待会儿注册的时候，你用这个邀请码，你填入进去之后，你申请开户之后会有一个15块新币的一个奖励，你必须把这个邀请码填上才可以。先拿笔把这个记一下。首先把这个 APP 打开。因为国外用的都是这个英语新加坡这边比较特殊，它也有中文这个操作界面。大家进来之后选择这个中文，选择中文之后，整个界面就变成中文了。然后点击注册成为新的客户。到那个点击注册成为新用户之后，然后输我这个刚才打在那个屏幕上的这个介绍代码，然后点进来，然后使用介绍人代码，然后进入到下一个界面。提供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国家代码，中国的话是86，然后香港是852，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这个电子邮箱地址。我建议如果有 Gmail 的话，最好用 Gmail。为什么用 Gmail 呢？懂的人自然懂啊。然后点击下一步之后，你会收到这个一次性密码，然后输入这个一次性密码。然后到这一步的话，你输入持有电子护照的外国人。这点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想渣打或者是 DBS 新站的话，你要申请的话必须得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本地居民的这个证件，没有这个本地的身份证是注册不了的，唯独只有 OCBC 华侨银行是可以的。然后点击这个电子护照，然后开启这个，因为在开启之前你提前把这个护照准备好，然后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待会儿就要扫描这个护照了。大家可以看看，把这个护照正页打开，在这个你
你的个人照片这一个页面下面这个有个两个条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个条形码，把这个对准这个护照扫描的这个白框这附近，然后这个白条就对着这个扫描码那一块，然后扫描。因为这个护照上面这个有这个防伪标识，它经常就是会扫描不准确或者是反光，找一个不能强光直照在上面。扫描完之后下来他会要求你把这个护照正页的那个有个图标，那个图标那一块有一个芯片，就是拿那个 NFC 扫这个图标这个区域，识别你的护照，因为里面是有芯片的。拿NFC 的手机，安卓手机你多尝试几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找一个苹果手机，准备好扫描，一次性不行的话，你就多扫几次。下来就是扫描这个身份证的一个正反面，它上面提示的话就是在一个光线比较好，然后拍的时候不能手抖，要不然的话又让你再试好多次。你就看跟着这个提示，然后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就扫描一下。把这个身份证扫描完之后，就会让你做一个自拍，这个类似于叫什么活体检测的，大家对着自己，然后根据屏幕上面一个操作，然后一步一步扫描。等到把这个所有的信息录完之后，就会显示验证通过。下来就是填你的个人信息了，这个国家的代码的话就填86或者是852香港，这个手机号、电邮。把这个检查一下，你看有没有错误，还有个人信息什么的。这是一个。然后这个地址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咱们那个中国的这个地址都是从大到小，中国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地区、某某在具体的单元。在那个国外的话，基本都是从小到大的，比如是某某某某小区、某某层，然后几栋，然后是哪一户，下来才是这个街道，然后是这个省，然后才是国家。大家把这个一定要记好。还有这个因为这边的话就是需要邮寄，你要申请这个 debit 卡的话，可能会牵扯到邮寄，所以这个地址一定要填好，有一个你的一个工作地址，一个永久地址跟一个邮寄地址。大家把这个邮寄地址一定要填到你能接收这个信件的这个地址。而且我想说点就是这个地址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能写英语的话尽量写英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申请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话不需要这个地址证明，但这个只是咱们出来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你就可以拥有其他的下一步，拥有更多的这个银行申请。为什么？你把这个地址填好，他邮寄给你，他未来会出这个英文的地址账单，它是全英文的。那你要写的话，你也写这个英文地址，这样你就能收到一份全英文的地址账单。有了这个英文地址账单之后，你再去申请，比如说美国的、英国的、其他国家地区的这个银行卡或者什么户口券商账户的话，都是可以用到这个英文地址的。所以这个英文地址非常非常重要。目前来讲，华侨银行是唯一一个不需要你提供这个地址证明的，但是咱们申请这个需要从新加坡华侨银行这里获得他的一份英文地址证明。听你清楚了没有？所以说把这个地址一定要填好，到时候这个英文地址证明是有大用处的。然后就是填写你的就业信息，就是有的人是自己做生意，有的是没工作，有的人待业，大家一定要写雇佣就好不要写其他的。你要写其他的无业或者是那个自雇的话，他或许会问你要一大堆的证明材料这个就很崩溃。因为我很简简单单一下就过了，你要把这个你要写的很。你要不写自雇的，你写那个雇佣的话，你写自雇，他要你证明，你怎么办？还有这个职业如实填写，这个年收入你不要写太夸张了你就写个20万、30万什么的就可以。你要一下写几千万、上亿，那不有点夸张了吗？他万一让你证明一下怎么办？
最高学历你就写个什么学历，写什么学历。开账户的目的你就写储蓄啊，或者消费啊，或者是买股票啊，什么都可以。资金来源写这个储蓄或者工资都可以。这个就是你提供你税务居住的这个地址信息。就是你是哪个国家的，就选哪个国家。这个税务号码，这个每个地区的不一样。你在中国的话，这就是身份证号；你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也是身份证。你像美国的话，就是安全号或者 ITIN， 每个地区的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有些人或许你有香港身份，也有内地身份，有的人就双国籍的。我建议大家只写一个，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就是写一个最优惠的就可以，不要写太多。然后把这个税号、这个地区跟税号写完之后，然后就是这个问您是否是公众人物，不管是不是，这上面都通通填否，因为要不然又让你记一大堆材料让你证明，非常麻烦。把这个资料填完之后，就会让你有一个提交前的一个阅读条款，这个其实也没啥要看的。然后它这个最高保证75000新币的一个银行存款保险然后让你勾选这个，你提那个收他们这个一些发的一些提示啦，或者是一些公告啦，或者是一些广告什么的如果不嫌这个烦的话，可以把这个都选着，就是你有这些提示的话会安全一点。刚才给大家说这个地址一定要好好填，把这个填好之后，而且我发现华侨银行这个银行比较特别，他非常喜欢给你发纸质信件我从申请到现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给我发了纸质信，差不多发了30多份，所以说我都不愁这个那个地址证明。我现在每次都收到那个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这个那个信件的话，我都非常烦，有时候一次性寄了4封信。然后有的人就是秒通过，有些人可能需要等到1-2天3-5天3-5个工作日，这个都很正常，大家不要急，因为这东西你急不来。有些人万一你是天选之子呢，对不对？所以说3-5天等吧，等你申请通过之后，会让你创建这个登录账户。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个用户名，因为你想有时候有些人银行很多的话，容易记串之后就找不到了，就很麻烦。因为在新加坡你还得打这个国际电话、国际长途，然后再去问那个新加坡华侨银行该怎么办，电话费还是很贵的。它这个登录这个密码跟咱内地不一样，数字加哪个字母，这个就只是6位数字密码如果你记不住的话，我建议就是你把这个密码跟那个你的储蓄卡申请的跟你储蓄卡密码设置一样，这个就容易记了，就不容易丢了。最好把这个记下来，然后注册成功之后会有这个 One Token， 这个 One Token 就是一个手机验证的，类似于手机验证的东西。因为咱们内地现在用的还是那个手机密码器，你每次登录的时候你要转账，它都会有那个密码器给你认证。现在新加坡华侨银行不需要这个东西，它把这个整合到手机里面了，你直接把手机当成你的密码器。你每次在网页登录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个别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危险操作的时候，你就这个密码器是认证跟着这个手机的，每次换一次手机，这个密码器需要更换。你登录那个网上银行的时候，也需要这个 one token， 用这个，它又会给你一个密码，然后用这个登录。然后这些你把这个个人信息什么的这些安全这些设置好，一定要记着。还有很多名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像GSA 这个就是一个环球储蓄账户 Global Saving Account， 这个环球账户的话，它有很多币种，你比如说新币港币美金人民币都可以。你需要什么币种，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添加账户就可以。还有这个 STSSA， 大家可以那个不懂的这个名词到时候可以过来，我在我这边核对一下查询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360账户，因为这个360账户它本身也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本币账户你如果转账进来的话是在这个360账户，而且你申请这个 debit 卡的时候，你要开通这个360账户才会有这个储蓄卡给你实体卡给你发到这个360账户，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 debit 卡是一张 Visa 的一个借记卡，credit 卡的是这个信用卡，One Token 就是手机领牌。你下载这个网银之后，它会认证你的这个手机，以后你这个手机走到哪，它都是一个类似于密码器这个东西。每次换手机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手机令牌转移到新的手机里面才可以换，要不然把这个搞丢了很麻烦，到时候你又得打这个国际长途去让客服给你搞定。SGD 就是新币的一个币种，类似于美元叫美刀港币HK 这些。OCBC 这是华侨银行的一个全称，大家可以看看下来就是这个开户推荐奖励，就是刚才最开始我让大家输入这个邀请码，把这个邀请码输入之后，然后成功开户，在30天之内你最少存1000新币存入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的你开立这张账户里面不管是哪个账户都可以获得15元新币的一个奖励。而且你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转账进去的必须是你同名账户，你不能是别的账户，别的账户就不可以像这个 SSA 跟那个 CSA 这个都是2个虚拟账户，它没有这个卡片，它是新币账户没有实体卡你如果你炒美股的话，港股你只是炒股，你没有别的其他用处的话，你这2个账户其实就可以了。但你要进一步，你想线上消费，你比如说给 Twitter ChatGPT还有 Apple Store 海外的一些支付的话，或者是在那个eBay亚马逊你要买东西的话，你还是必须要有这个实体卡的，因为实体卡上面有 CVV 就是安全码，你每次支付的时候要输入这个安全码才可以的。你像这个虚拟的 SSA 跟 GSA 这个卡是不可以的你申请通过之后，你在 OCBC 的这个 APP 里，你可以开通一个360账户。这个360账户就是刚才说的那个360账户会附带一张储蓄卡，这张储蓄卡实体会寄送到你的登记的邮寄地址里面。这个卡是一张 Visa 卡要不要这个实体卡，就是你看不看你有没有在那个境外消费吧。有境外消费的话，最好还是申请一下。而且你申请成功之后，它就在手机上面就会有一张虚拟的这个储蓄卡，类似于它可以把这个卡你加载到 Apple Pay 上或者是 Google Pay 上，你用这个CVV 这个虚拟的直接可以添加到这个你的 Apple Pay， 然后等那个实体卡寄到之后，你的虚拟卡的 CVV 的安全码就作废了你开通成功之后，你转账进入这个新加坡华侨账户，这是它相应的一个 SWIFT 代码，这是一个收款银行叫新加坡华侨银行，收款的银行地址，这些地址都是你转账要用的这个地址，大家可以记一下我已经把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这个卡绑定到 Apple Pay 上了，因为你申请成功之后绑定 Apple Pay 立马就可以使用，前提是你里面必须得有钱因为听过很多人说这个 Apple Pay 绑定很玄学，有的立马就能绑定，有的怎么试都绑定不了，有的我推荐大家就是你可以切换一下语言，把这个手机语言设置成英文试试，实在不行你再把这个更换一下国家，更换成新加坡或者是其他国家。我这个 Apple Pay 的 Apple ID 是那个美区的，我这个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也可能是你这个手机系统的版本太老了，你把这个手机版本升级一下，升级成最新的，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多尝试几次。那个实体卡其实也就长这样，跟这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那样。
这个账户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一个账户。我着重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多币种账户 GSA。这个多币种账户，它默认是只有一种货币，只有一种新币。你需要自己在那个网页上加载一下，这个才会有美金啊、澳币啊、英镑啊这些币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可以看看。开立账户的时候，点击这个360或者其他，这360账户就是一个实体卡的。你需要开立的一个账户，就选择这个360账户，然后填写一些信息，个人信息，然后这些都勾选，然后下一步就可以。因为我已经把这个360账户已经开通了，然后现在就不做多的一个操作。然后就是这个外币账户，大家看看，外币账户这个上面都有很多这个币种 ，USD 啊什么的货币，你想添加货币币种，就在这边添加。然后我已经选了人民币、英镑、港币还有美金，你再可以添加其他的澳币啊、加币啊什么的都可以，日元啊都可以。你回头开通之后还可以添加这个PayNow 这个电子支付，这个你在内地也可以用这个 PayNow 支付。因为很多人出来的话换的都是港币或者是美元，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转到这个多币种账户里面。而且讲一讲这个不同那个账户的一个维护的一个情况。OCBC 所开通的这些所有账户，第一年的话都是免这个账户管理费的，没有任何费用。第一年，1年以后，这个账户低于这个1000新币的话，每个月会收这个2新币的一个管理费。第2年开始的话，360账户的话，存3000新币可以买。如果不够3000的话，每个月收新币2新币。STS 账户需要2万新币，不存钱每月收这个10新币。MSA 账户的话，大于500新币即可。不然的话就会收2新币的一个管理费。每个账户的话，你在6个月之内如果没有余额的话，它系统会自动给你关闭。这个唯独这个 GSM 多币种账户的话是没有这个管理费的。如果不想花1分钱的话， GSA 账户里面存点钱，然后大家可以看看。我建议的话，就其他账户都不需要都可以，就可以开通保留一个360账户，存3000新币进去，然后再保留一个 GSA 账户。GSA 多币种账户可以资金往来多币种，360账户的这个 debit 储蓄卡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在境外购物什么的可以使用。最后再说一下这个账户大概的这个情况，你需要准备的资料就是护照、身份证、电话号码，然后一个带 NFC 的一个手机，这几样东西就可以。因为最近这2年大家申请这个海外账户，现在的这些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香港都会被挤爆了，每次去，别说那个咱内地人开户了，就当本地人去开户办个业务，排队排老长了。反正现在什么样，大家应该都清楚吧。还是那句话，分散风险，鸡蛋绝对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不对？要的就是他妈的安全，安全还是安全。你开通了第一步华侨银行，有了这个英文账单，你就开始跟着韩哥，你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话，我以后会陆续的出这个申请美国汇丰账户，那个申请各国汇丰账户以及其他的海外账户，申请美国地址这些，我都会陆续的出教程。然后有了第一步，有了英文地址账单，后面的话就会越来越方便。最后，希望大家关注我，谢谢。